这几天啊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又放出了最新的经济数据，看得人直咂舌。11月份的消费增长才 3.0%， 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4.6%。更要命的是 CPI 只涨了可怜的 0.2%， 而 PPI 已经连续26个月下跌，11月份同比又跌了 2.5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从没见过这么持久的通缩。更吓人的是，这种全面性通缩的势头不仅没有减弱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官老爷们整天喊着经济向好、消费复苏，可是老百姓的钱包却死死捂着，不敢花钱。咱翻翻数据看看，除了汽车和家电这种靠政府补贴才能卖得动的商品，其他消费都萎靡不振。就拿汽车来说，11月份虽然同比增长了 6.6%， 但今年整体销量比去年还是下滑了 0.7%。家电产品倒是涨了 22%， 可这还不是靠着政府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硬撑起来的。这种靠补贴拉动的增长能持续多久？更糟的是中国的制造业。你看看这些数据，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6个季度处于负值区间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整个制造业都在亏本赚吵闹。就拿山东陈明纸业这样的龙头企业来说，过剩产能逼得他们不得不停产3/4的产线，账上的债务高达 2.5 亿美元，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。别以为就陈明纸业这一家这样，整个造纸行业都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虽然1至10月份纸和纸板产量同比增长了 10%， 但从2022年10月以来，纸制品出厂价格就一直在跌。造的越多，亏的越多，这不是要把企业往绝路上逼吗？制造业不景气带来的连锁反应更可怕。11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2.5%， 这已经是连续第26个月下跌了。制造业老板们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一轮又一轮的降价，结果就是整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，价格越跌，企业越亏，企业越亏就得继续降价。更惨的是汽车制造业，蔚来汽车的 CEO 李斌就直言不讳地说，国内豪华车市场已经陷入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。虽然产量在增长，但价格战打得昏天黑地，利润却在不断蒸发。现在国内的制造业企业们就像是在冰面上行走的人，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。一边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压力，一边是需求持续疲软的困境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冰窟。更要命的是，特朗普明年可能重返白宫，他竞选时就放话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，这对中国的出口企业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。看看那些服装厂、玩具厂，现在都快被这种通缩压垮了。广东一家纺织企业的销售人员王女士就说，他们厂已经从新冠前的600多号人减到现在只剩400人了。即便这样，企业还在不断通过降价来维持生存，利润早就被蚕食殆尽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通缩趋势一旦形成，想要扭转就难如登天。通缩持续的时间越长，就越会影响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。使用宏观经济注水政策也会变得越来越难。看看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，房地产泡沫破裂后，即使把利率降到接近0，消费者和企业也更倾向于还债，而不是支出或投资。结果呢？经济增长动力丧失，持续通缩长达30年。现在的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？就在这波通缩的阴云密布之际，中国的官老爷们也没闲着。这不，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放出了不少大招。会议说要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，还要搞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。这说法可是自2008年以来头一次见。只可惜啊，
这些政策就跟隔靴搔痒似的，根本治不了当前的经济顽疾。我们一个个来分析。先说财政政策，前几天财政部刚刚宣布了一笔1.4万亿元的债务置换计划，说是要帮地方政府纾困。可问题是，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。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，光是置换债务有什么用？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赌徒，你给他换一张新的欠条，他的债务就能减少吗？再看看央行的货币政策，现在中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跌到了接近日本同期国债的水平，这在2006年以来还是头一次。在华尔街，他们把这叫做衰退信号。你说央行再怎么放水，老百姓对未来都没信心，谁还敢大手大脚的花钱？最搞笑的是房地产政策，现在房地产市场都烂成什么样了？住建部的数据显示，11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比去年同期又跌了 8%， 房价跌跌不休。政府这边倒好，还在喊着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。可问题是，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问题都还没解决，你光靠喊口号有什么用？更要命的是，现在的就是政策反而可能加剧通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看现在的产能过剩情况，全国钢铁、水泥、玻璃、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不到 75%， 但各地政府为了刺激经济，又在搞新一轮的基建投资，这不是又在给产能过剩的行业雪中送炭吗？结果就是产品价格跌得更厉害，通缩更严重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这些行业苦苦挣扎的时候，政府又推出了一个白名单机制，说是要帮助优质企业融资。金融监管总局放话说，截至10月16日，已经审批了 2.23 万亿的贷款，年底要放到4万亿。可是我去查央行的数据，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贷款才增加了6000亿，这4万亿的数字打哪来的？再说说消费刺激政策，商务局等7部门前几天发布了个促进消费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，说是要在未来5年内建立一个供给丰富、品质优良、渠道多元、服务优质、绿色环保的现代消费体系。听着是不是很美？但问题是，老百姓的钱包都瘪了，你这些花里胡哨的方案有什么用？消费是由收入增长和储蓄意识驱动的，现在的问题是，工资增长停滞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房子还在贬值，谁还敢放开了消费？数据显示，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 3.0%， 比预期的 4.6% 低了一大截。这还是包含了各种促销活动和政府补贴的数据，实际情况只怕更糟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些政策可能会让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。上世纪90年代，日本政府也是这样，不断推出刺激政策，结果不但没能阻止通缩，反而让经济陷入了失去的30年。现在的中国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人口老龄化加剧，产能过剩严重，这些特征都和当年的日本惊人的相似。所以说，现在的这些政策就像是在得了重病的人身上贴膏药，表面上看着热热闹闹，实际上对症结毫无帮助。真正需要的是动刀子的手术，但谁敢动这个刀子呢？说到底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靠几个政策就能解决的了。咱们看看最新的数据，11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.4%， 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6.1%， 这数字看着还不错，但背后的隐患却在不断积累。最让人揪心的是就业问题。统计局说，11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5.0%， 但你去问问身边的年轻人，现实情况比这个数字糟糕得多。大学生就业难，工厂裁员潮，互联网企业的过冬，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就业形势远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严峻得多。更深层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。过去40年，中国靠着人口红利和投资拉动，经济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往上冲。
但现在呢？人口红利消失了，老龄化加速了，投资效率越来越低，经济增长的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很多人可能觉得没关系啊，中国不是在发展高科技产业吗？新能源车不是发展的挺好的吗？可问题是，你看看新能源车行业现在什么情况？蔚来汽车的 CEO 李斌都说了，现在的价格战已经进入了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。为了抢占市场份额，车企们打得头破血流，可到头来都在亏损。制造业的问题更严重。前面提到的山东陈明纸业只是个缩影，类似的情况在各个行业都在上演。纺织厂、玩具厂、家电厂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压在中国制造业身上的一座大山。更要命的是，如果特朗普明年真的回到白宫，他放话要加征的关税可能会让中国制造业雪上加霜。有人说，那中国转向内需市场不就行了？问题是，内需市场现在也是惨不忍睹。你看看最近这些数据，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 CPI 同比只上涨 0.3%，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极其低迷。而 PPI 已经连续26个月同比下降，创下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长的连续下跌记录。更让人担心的是房地产市场。现在不光是恒大、融创这些大开发商出问题，连带着整个产业链都在崩塌。水泥、钢铁、玻璃、家具这些相关行业的日子都不好过。房地产市场的衰退不仅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，更打击了老百姓的财富信心。说到地方政府，这才是最大的定时炸弹。前几天财政部搞了个 1.4 万亿的债务置换，但这只是杯水车薪。据专家估计，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可能高达50万亿元。这么大的债务压力，光靠债务置换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么，中国经济的前景到底会怎么样？说实话，形势不容乐观。现在已经有经济学家预测，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到 4% 以下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通缩预期真的固化了，那么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，可能会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。所以说，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是一个得了重病的病人，表面上看各项指标还算稳定，但内里已经千疮百孔。如果不能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改革，不是简单的靠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，那么这个病人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不过看现在这架势，估计官老爷们也就只会继续开些安慰剂了。毕竟真正的改革是要动人的蛋糕的，谁愿意当那个得罪人的医生呢？